波特王你好，一直很喜欢你的频道影片，你介绍的内容很正面的为我们台湾发声，感谢你。请问你知道最近这2天有一位网红中配名叫雅雅的刘正雅小姐，因为多次在她个人的抖音上面总是发表威胁恐吓中共武统台湾的言论，前些被我们台湾的移民署约谈。今天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她已经被移民署勒令驱逐出境，择期遣返她的祖国中国的事情吗？想请你如果可以的话，也拍摄讲解关于她这次引发的风波内容，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观点与看法？我怎么看？当然是笑着看啊！我觉得3好加1好，戏贺这位中配，我之前就知道，应该说我认为做反共节目的人在找资料的时候都有看过他的影片，因为他拍过太多中共大外宣的内容了，我们研究这块的要不看到也很难。这人是一直在无脑帮中共宣传，还会传播错误资讯，粉红中的粉红。台湾不是国家，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其他的理由了呀。到现在他是已经被约谈、被取消居留证，但就我了解是还没有被驱逐出境。不过这种时候他都依然在拍片呛台湾，质疑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还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嘞？那你中国有吗？总之他如果最终真的被驱逐的话，我觉得求仁得仁啦。我现在只希望移民署不要心软。目前有其他消息说，这人有台籍小孩的缘故，所以正在做综合考量，还没做出最终处置。拜托移民署加油，送他回去吧。如果真的不忍心，想说会不会拆散中配雅雅跟年幼的孩子，那我这边给移民署一个建议，你就让他们一家人团聚，不过是全部送去中国团聚。中配本人怎么想不清楚，但他的小孩肯定很高兴，因为我看过他小孩影片，也早就被自己妈妈洗脑成小粉红，也是在那开口闭口中国台湾回归祖国。那考量到会有些观众还不知道这事件，所以这边我也整理了相关资讯，快速说明一下。这位中配网红频道名叫雅雅，在台湾，不过等他被驱逐出境后啊，我建议他可以改名雅雅在中国。这人近年在 YouTube 以及抖音上都时常会发一些贬低台湾主权、配合中共威胁武统的影片。基本上你想得到关于小粉会说的话，这人都会说，而且是踩在你台湾土地上亲门踏户，大声不断地一直说，持续恶心你台湾人。因为我自己有在观察中共出资的大外宣平台，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在捧谁当中共对台的统战样板，其中像是脸书粉专台湾网跟中共党媒节目看台海等，我发现也都会转发这中配的影片。那大家有想一下，会让中共出资的平台帮忙你散播论述，增加曝光，还不止一次，是好几次。那这人跟中共会完全没关联吗？一样的小粉那么多，为什么中共就特别推你的影片？而你的论述还刚好都是中共自己会宣传的内容，所以这种情况你要讲他没有声带任务，我自己是不信啦。而他除了在网络上散播这种恶心台湾人的舔共言论之外，我觉得更糟糕的一点是，他连自己的小孩都不放过，利用自己的小孩拍片，让他跟着当中共大外宣。我是中国的，是中国台湾的。爸爸是阿爸，妈妈是阿木。这小朋友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的思想已经差不多接近脑死。说实话，很可怜也很无辜啊。他妈妈就那样，平时耳濡目染被洗脑成这样也是难免。所以我现在谴责的是这位中配的行为，不是这个小朋友。而中配刘正雅还替自己的女儿取昵称为小当归，暗喻台湾当然回归。藉由这事件，我们也该警惕中共对台统战是无所不用其极，8岁到80岁能拿来利用的都不放过。中共这手法也行之有年了，以前毛东东时期就会拍这类电影洗脑做大外宣。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只是转换成拍短影音而已，也由此可见，共产思想跟病毒一样，一旦在还没有抗体的情况下，在思辨能力还不够成熟时接触到，那即便是身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也一样重症成小粉红。这也是中共利用民主来攻击民主。你如果去反驳他，他就质疑你说没言论自由。但这就是稻草人谬误，故意混淆概念。大家记得，任何自由的行使都应该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前提。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可以毫无限制的说任何话，尤其当言论涉及威胁、诽谤他人时，那你就不配享有这份自由。举例来说，有坏人对你呛说要砍你全家、取你狗命，那你会说他有言论自由吗？不
会，你会说他在恐吓你。那同样的，今天这位中配喊武统台湾，能算言论自由吗？自然也不行，因为这话就是在威胁你全台湾人的性命，迫害你台湾人的生存权。如果各位之后遇到小粉红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来为自己的极端言论辩护，那就反问他，你敢不敢在中国说中国应该民主化？敢不敢回去微博说支持台湾人决定自己的未来，看看会不会被封号？你去证明中国比台湾更自由给我看嘛！而且台湾顶多是把你驱逐出境，在中国是直接把你抓去关好吗？不要忘记我们台湾人李梦居也都示范给你看了。2019年8月，李梦居从香港入境深圳，遇上中国海关随机检查行李，结果因为行李箱放有当年声援长荣航空罢工的小卡片，以及5张写有香港加油的小卡，就因为这样被抓去关4年。相比一下就知道差多少了，还台湾没言论自由就西啦！而且今天又没把你抓起来关，是送你回去你爱的中国。某方面来说，是在帮助你实现梦想啊！顺带一提，关于这件事，我觉得也必须要感谢一下巴囧促成这段美事，因为是他去检举的。巴囧也因为这样，首度被中国国台办点名。所谓的巴囧，对于此人，我也有16个字的评价：宵小之辈，鸡鸣狗盗，为虎作伥，必遭严惩。看到中共这种反应，整个人都暖心起来了。敌国气得跳脚，那就一定是做对了。希望接下来能看到黄安那些资深舔共人士也被驱逐出境。而目前同样在查的还有中配恩琪，这位疑似是在台北，套路也都差不多啊，讲的内容就跟前面那位雅雅一样，以及另一位中配小维，频道名台湾省夫妇3个小孩，这2位目前也被约谈。当然还是得说一句，如果是爱台湾、支持民主自由的外籍配偶，那我想依台湾人普遍热情好客的个性，绝对是欢迎。但如果是配合中共在那边说武统的，连台湾跟中国是不同国家都没办法分清，那还是别来比较好。也借这机会教大家怎么检举，只要各位看到有中国人或中配在台犯法、鼓吹武统的，就把证据收集下来检举。有2个管道，第一个是到内政部移民署官网点写信给署长，把你看到的内容跟资料整理好传给移民署，就会开始调查。目前马英九跟鼓吹武统的中配都是被移民署约谈。第2个管道就是去陆委会官网点为民服务里面的首长信箱，可以从这2个管道去检举。帮忙台湾清除一些粉红害虫。战争不是只有飞弹、枪炮、弹药开打才叫战争，认知作战也是战争的一环。中共对台湾进行的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都是。日前，中共解放军发言人更是公开威胁，早晚收了你们。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来自中国的依亲者在台湾配合中共传播武统言论，如果我们台湾人民都没反应，台湾政府都不作为的话，那台湾社会也根本没办法和敌人对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尽量做到自己能做到的，看到就顺手截图收证检举。OK， 那今天影片后面我想多留点时间来多看几则送头留言。第一则，留岛不留人，很简单。很简单的话，你家中共怎么还在嘴炮？解放军发言人虽然嘴上喊着早晚收了你们，但你有想过为什么他只能停留在嘴炮的部分吗？他是真的解放军连手上有枪的都只能打嘴炮，你就该知道其实根本不简单。要整件事变简单，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台湾人被中共骗去1国2制。当接受中共统治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真的会变很简单，先骗去之后卸掉你武装，就能放手开扁了。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的：中国人专打中国人。但还好还有不少台湾人是不想当中国人的。而且我看小粉喊这么久，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喊什么吗？留岛不留人和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没有区别，你等于是在说要屠杀2300万台湾人，你这是在支持战争犯罪，是在支持国际公认的反人类罪行，跟纳粹屠杀犹太人、苏联大清洗、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本质上一样。对，我怎么会想说用道德劝说你？你就没道德又没知识才会变小粉红嘛。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你存不存在对于中国来说毫无意义，你完全可以学习香港人移民啊。其实一样的话也套用在你身上，你存不存在对中国来说毫无意义。地是死的，而你的脑应该也是死的，不然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难道今天你在家里住得好好的，外面有人敲门叫你滚出来，说你家我要了，难道你就会这样出去吗？会的话，你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不然一样台湾人在台湾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因为你这小粉在门外叫嚣，别人就要移民啊？你的原话送还给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你就只是猪韭菜而已。改天配对成功，你连器官都是党的。接着我就想问问台湾的这些搞台独的，乌克兰走到这一步，你们还是想把台湾当乌克兰吗？现在中国对
台湾的军事封锁已经越来越严重啊！我不知道台湾的岛内媒体报不报道这一些，现在海洋然后天空都已经被封锁了。你打一堆只有说对一件事啊，那就是乌克兰的事情啊，对台湾来说很有参考价值。不过不是你解释的那样，乌克兰在被俄罗斯进攻之前，泽伦斯基是亲俄派的，当时他参选总统，主打乌俄一家亲，还要和普丁谈和平协议，最终他以73%高票碾压选上。泽伦斯基当时主政下的乌克兰，也是一直单方面向普丁让步，寻求和平，这是乌克兰人当初一起选择的路，没有选好，那结果如何？而且在俄军进攻前，美国也一直提醒说俄军正准备进攻，乌国一开始还不相信，然后普丁就给他打下去，告诉你美国情报是真的。因此借由乌克兰的例子来看，台湾人更不该亲中。侯导是说好几次，你现在亲中就是很容易选出亲中共的立委，然后让他推一些帮助中共渗透的法案，让他动删你国防预算，降低中共侵台成本。台湾人越亲中的话，中共才越有可能发动侵略。如果有人看了还要在那边说，可是我反共不反中啊，这话你说的是理想，但太天真了。是当中共政府不存在了，是不是？洗脑出一堆小粉红。中国人目前党国不分就是事实。也提醒一下这位小粉啊，台湾的网络是没有墙的，可以随意看国外新闻。台海每天有多少各国商船会经过，你不知道也去查一下船舶系统。天空更不用说了，如果被封锁，绝对是第一时间登上国际新闻。不是啊，你就想真被封锁了，我怎么还有办法坐在这边拍片笑？我不知道你在墙内看的是什么鬼新闻哦，但都翻墙了。你试着 Google 一下就知道，你所相信的东西，你封为圭臬的话语，都只是中共的大内宣消息而已。早晚把湾湾收拾了。我诚挚的给小粉们一句建议啊，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真要打的话，攻击台湾绝对不会增加你个人所得与带来任何好处。但如果转头你进攻中南海，并且还真的让你拿下，那不得了了。你会改变历史啊，建立一个真正的新中国。而且中国地比台湾大那么多，你推翻中共后成为新国父，能享受到的荣华富贵更多了，不是吗？波涛在这边鼓励你眼界放宽一点，去拿下席维尼。不知道波特王在不在台湾岛内，我但愿他在未来的5年有本事都在台湾岛内，哪也别去，和你们台独人士都站在一起。哇，这小粉一直在给我留言，我就在台湾，未来5年我大多时间也应该在台湾，但你要我一直待着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人偶尔都会出国玩个几天这样，但最终都会回台湾，因为我家就在这。啊，你没出过国是你家的事，你住井里还想管境外的世界怎么运作，太多了吧？你是住井里，不是住海边呢。说实话，开头音乐真难听，你作为翻墙来看我影片的小粉红啊，听了会难受是正常的，毕竟辱共片头曲对小粉来说是镇魂曲。不信的话，看一下歌词，有共不辱，愧对父母，被说台独，光宗耀祖，这些一般人听到会觉得怎么样吗？没有，也完全不会有不适感。但对小粉来说，就像骂到他本人一样，进而觉得难听。可是明明是在讲中共，小粉怎么会觉得骂到他本人呢？这就说明了他已经被中共洗脑了，但自己却不愿承认。小粉大脑里被灌输的党国思想，听到这些词会感到不适。马证明小粉你即嘛不是人，是人陪精生，就是安尼，你才会感觉到痛苦。你这款镜头要改观重新做人，就有2种方法：第一，去天安门举白纸抗议5分钟，你就能重新做人，物理上；二，继续听片头曲，直到脑中的党国病毒被彻底清除。治疗开始。美酒松瓜